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被教育过同情别人的重要性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驱动力、野心和竞争力的价值早已取代了三观。当今社会是成功导向的社会，因此同理心常常被忽视、误解和低估，尽管这在更丰富、更深入的层次上理解别人和跟别人沟通方面，可以起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被定义为高度敏感的个体，有敏锐的能力去感知周围人的想法和感受。有同理心的人富有同情心、洞察力，有教养且心地善良。大家都想知道更多关于什么特定的特征和品质会产生同理心，那么这支影片就来说说10个迹象表明真的是个有同理心的人。1. 有很强的直觉。有同理心的人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有难以置信的直觉，这是一种罕见而独特的天赋。有同理心的人很容易就能察觉到其他人的感受，甚至能从别人的言语、行动和表情中读出最微妙的暗示，这一切都不需要尝试。所以，如果你倾向于对人有良好的直觉，对事情有强烈的直觉反应，而这些反应往往被证明是正确的，那么这最有可能是因为你是个有良好直觉的成熟的共情者。2. 很会避免冲突。没有什么事情比人际冲突更让有同理心的人闹心了。如果这是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的问题，他们很可能会尽量避免，只要他们表现的好像一切都很好就行了。但如果他们被卷入其他人的冲突中，情况会糟糕10倍。因为作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，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对双方都有同情。3. 是每个人的治疗师或生活教练。朋友和家人经常向你寻求建议或向你倾诉他们的问题吗？是不是有时开始觉得自己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像一个顾问或生活教练，而不是朋友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很可能是因为作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，大家被你敏感和富有同情心的天性所吸引。有同理心的人还以善于倾听、善解人意的朋友而闻名，他们的存在总能让人感到安慰。4. 需要时间充电。这是另一个表明是一个真正的有同理心的人的迹象。有时候需要离开所有人的时间，给自己充电，即使是一个外向的人，有时也会因为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而感到窒息，而这正桎梏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似乎再也不能独立思考了。只要别人在身边，就会觉得筋疲力尽，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。5. 倾向于自我孤立。即使独处，花时间和自己在一起，也能帮助你从一直被其他人的情绪轰炸压力中恢复过来。但对于那些不理解的人来说，这样做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种社交退缩和自我孤立的倾向。因此，朋友和家人有时会因为这个原因说你古怪、不可靠，这是有同理心的人都会纠结的一件事。6. 不喜欢拥挤的空间。毫不奇怪，即使是最外向、最开朗的有同理心的人，也不喜欢拥挤的空间，因为他们会从周围的人那里吸收积极的和消极的能量。因此，在一个熙熙攘攘的酒吧或一个疯狂的聚会上，有很多人感受着各种不同的事情，这对有同理心的人来说，几乎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让感官超载的体验。7. 被亲密所淹没。不是害怕承诺，也不是对情感亲密有恐惧，只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会觉得每个在自己身边的人都很脆弱，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不管他们对每个人来说有多重要，花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都会让人筋疲力尽。有同理心的人经常听到爱人抱怨说他们说话太少，或者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没有人家想要的那么长。8. 很难设定界限。有同理心的人很难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把自己奉献给别人，而且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其他人的情感健康。但是设置界限是有帮助的，通过给其他人充电所需的时间和空间，可以将无时无刻感受他人情绪的负担降至最低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他们太害怕提起这件事，因为这可能会引发冲突。9. 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不合时宜。因为真正善解人意的人很少，他们很容易觉得自己在哪儿都不适合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很难和大多数人相处，尽管他们能够一直了解并理解自己的感受，但他们经常被周围的人误解。10. 很难不操心。最后，但同样重要的是，有了事情很难不去关心，这也许是一个人真的有同理心的最明显的迹象。毕竟，高度关注他人的情绪也是有起有落的，
这很容易分为两种类型：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。有同理心的人也会发自肺腑的纠结，并且经常被说他们过于关心自己的利益，他们觉得有必要帮助任何处于痛苦中的人，而且如果做不到，这种想法还会侵蚀他们的灵魂。他们不像大多数人那样，可以用自己的行为来为自己的内疚找借口。那么，你有没有上面提到的哪个迹象？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？这支影片有没有证实或驳斥了这些疑虑？无论你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，还是认识这样的人，最起码要知道，同理心是一种美妙而珍贵的礼物，它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。毕竟，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角色，而有同理心的人在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，帮助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你觉得这支影片有价值吗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，记得点赞并与朋友分享，他们可能也会在这支影片中有所收获。一定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